苦楚之战第9章，日降喜忧来，第10集。民国35年1946 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林浩恩带着怀5月身孕的妻子严保慧，随中央大学从重庆搬回南京。保慧离开重庆协和药厂，随丈夫浩恩到南京后，面临2个问题：生养孩子，职业选择。日本投降后第1个元旦傍晚，浩恩、保慧夫妇应邀参加美国朋友家里举办的英文查经聚会。有位叫约拿丹·高桥，英文名是 Jonathan Takahashi 的日裔美军中尉，讲述他的家人在2战中的经历。约拿丹分享的故事，让保慧了解到日本族裔的另一方面，多少改变他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印象。美军中尉约拿丹的主要工作是把日文情报资料译成英文，写成报告。他在这次聚会谈到2年前，他在美国报名参军奔赴欧洲战场时，他父母和2个未成年的妹妹还被拘禁在美国 The Minidoka War Relocation Center， 也就是位于美国爱达荷州中部杰罗姆县的米尼多卡战争在前中心。聚会上，约拿丹说：“我很欣慰，今年新年第1天就听到日本皇室诏书中公布昭和天皇人间宣言，否定天皇是神，并说战争结束，他父母和2个妹妹同很多日裔美国人很快会从战争在前中心得到释放，他也快回美国了，复员，脱下军装，与家人团聚。”他说，美国军需工厂正在转型，从生产战争物资改为制造生活用品，但他还不知道回美国脱军装后能从事什么职业。民国35年，也就是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之前数月，部分政府人员已先回南京预备还都事宜，将在5月5日在南京中山陵举行还都大典。当月中旬，林浩恩带着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严保慧，随中央大学第1批还都师生从重庆搬回南京。林浩恩的父母在为儿子操办婚礼后第2天就飞上海。浩恩的父亲林志信也正忙于把汇通银行总部迁回上海，分行留在重庆。林志信夫妇回上海法租界老宅林密园居住，让厨子福生给在重庆的新婚儿子儿媳做3天饭之后，再坐船托运行李经武汉回上海。重庆南岸金轮屋只剩下本地女仆梅嫂服侍浩恩、保慧。林志信暂不打算卖掉金轮屋。保慧从重庆回南京前，心情十分抑郁，没能与哥哥保光、堂兄保谦告别。在南岸第20兵工厂任工程师的严保光，因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与其堂弟
在第21兵工厂任工程师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严宝谦过从甚密而被拘捕。宝谦在宝光被拘捕之前已被收押，这事对宝慧影响甚大，使他对政治感到十分恐惧。他不知道宝谦去年已被重庆的共产党秘密策反。假如没有爆发第2次淞沪抗战，按国民政府定都南京2年后制定的首都城建计划，1946年的南京已是花园城市，且1/6街区在绿荫园林中。战前城建努力并未全随硝烟逝去，南京还留有陪都重庆无法比拟的都市规划痕迹。林浩恩夫妇搬到南京后，暂居在严宝慧的哥哥严宝光让顾尔基营造厂在南京宁海路造的那栋独门独院英式小楼。小楼坐落在树木葱茏的规划区。当初小楼造妥后，严宝光从他和太太顾尔杰的名字里各取一字，给这栋楼取名光杰宅，打算与妻儿在首都南京度过一生，把上海法租界那栋岳父为女儿陪嫁送的小楼卖掉。严宝光没有料到，他们入住光杰宅不到半年，日军逼近南京，不得不弃楼，随兵工厂搬到重庆。南京沦陷后，小楼被日本人占用。如今，严宝光被关在重庆歌乐山监狱，太太顾尔杰带2个孩子留在陪都，四处奔走，托人救夫。林浩恩和严宝慧离开重庆前，林浩恩特意嘱咐妻子留给他嫂子顾尔杰每元500，银元300，法币5万，明着说是借助南京光杰宅小楼的酬金，实为想帮顾尔杰渡难关，让他接受这笔钱而没有被施舍之感。严宝慧离开重庆前，把当年从香港逃到陪都时姐姐严宝莲让她买的布料并余下的东西，都留给嫂子顾尔杰，就他哥哥出狱送礼用。此时的物资比钞票更有用。10年来，严宝慧的身材没有大的变化。徐永涛生前给他买不少丝绸衣料，让杭州和上海的裁缝师傅做成旗袍，现在都能穿。徐母王香平分几次把宝慧的衣服从上海给他寄到重庆。那年，宝莲怕通货膨胀，让宝慧囤积的布料，他一块也没有用，除了给教会的孩子做衣服用一些，余下的都给了嫂子顾尔杰。布料之事让宝慧明白，忧虑未来毫无必要。他从离开父母严牧师夫妇去美国留学，到回国工作至今，在上海的银行虽有存款，但却无法取出来在重庆用，等于没有存款。在陪都几年，除当月工作收入无多余钱财，但并不穷乏，囤积的布料也没有用在自己身上。他体会到圣经里耶稣的话，正是说给他这爱忧虑者听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他意识到，从前的忧虑尽都是枉然，不解决问题，只平添烦恼，白费心力。他越来越明白，忧虑是罪。原先以为撒谎、偷懒、不敬这类明显的邪恶是罪，并不觉得忧虑是罪。走过东西方这么多年，见过中外形形色色之人，尤其是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深时，他才明白，忧虑是很大的罪。忧虑来自对主的不信任，信不过主有能力对信靠他的人必负责到底。他意识到，不信是对主最大的不敬。日本投降后，欧美药品大量进口中国，国内药厂生产的药无力与进口药竞争，药厂开始不景气。严保慧离开重庆协和药厂，随丈夫林浩恩到南京后，面临2个问题：一是生养孩子，2是职业选择。她觉得去大学教书最合适，既发挥专长，又有时间相夫教子。她留学回国后，在杭州广爱医院、上海英仪大药房、重庆真光学校、重庆协和药厂几段职业生涯都在战争时期。现在不打仗了，他想从事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借着难得的和平时期，尽快促成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底层家庭改善民生。他到南京时已怀孕5个月，身体天天变重。林浩恩要他在家调养，不让他出去工作，生完孩子再说。一天，严保慧从外面回来，对丈夫说：浩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成都迁回南京，正在扩招学生，恰好社会学系缺老师，我在美国拿的社会学硕士，现在终能派上用场了。林太太，你就要生孩子了，怎么能去教书呢？他说。林先生，我不是现在去教书，等生完孩子后。他说。太太，那就等生完孩子后再说好吗？浩文说。现在就要和学校说好，下学期开始教。有朋友引荐我见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怡芳校长啦。他说。引荐严保慧的朋友就是几年前他在重庆欧美同学会上认识的叶吉平。叶吉平从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最近刚随学校回迁南京。叶吉平得知陈本夫殉国1年多后，严保慧嫁给林浩恩，看他鼓起的腹部，羡慕地说：恭喜严姊妹，要做妈妈了。严保慧意外得知，叶吉平依然小姑独处，未婚夫胡长官又准备出征打仗了，他们还是成不了婚。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3个月签双十协定，但双方都不满意。去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的约，今年6月已在中原开战，但是双方一边用枪炮较量，一边还在南京后继续谈判。保慧深为叶吉平订婚多年，却因战争至今依然结不了婚而感到难过，也为和平刚来又要开战
而感到十分不安和震惊。叶吉平在长期独处中勤奋求学、敬业工作，以及叶胡二人的爱情故事，皆令宝慧感动非常，也使他觉得自己虽2度在战争中失去未婚夫，但人生旅途遇到林浩恩，他是何等蒙恩，何等蒙福。现在林小姐已是林太太，快要当妈妈了，而叶吉平还在等待婚姻。他建议要为叶吉平祈祷。叶吉平听宝慧说，想等孩子3个月大时，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任教，就主动把他引荐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宜芳校长。吴校长看过他的履历，了解他的信仰和家庭背景，觉得很适合担任社会学系教授。林浩恩不想让宝慧生完孩子3个月就去教书，只同意断奶后他可出去工作。严宝慧婚前独居多年，习惯自己拿主意，但因自幼接受基督化教育，使她甘愿顺服丈夫。她答应等孩子断奶后再出去工作。民国35年1946年10月3日，严宝慧孕期满足，在麦克林医生创办的鼓楼医院生下长女林航勇。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